每次长周末去新山，那2小时起步的路程是不是让你怀疑人生？但如果到了2027年，这段路程被硬生生压缩到只要5分钟，这会怎么改变你的生活？这里是狮城社区百事通，今天我们要拆解的是工程进度已经突破90%的新柔 RTS 地铁。别以为这只是一条方便你去吃喝玩乐的短程轻轨，从宏观经济的资金流向到你我的钱包厚度，它其实是新加坡强行将新山纳入经济腹地的超级大招。面对越来越高的祖屋转售价格和让人喘不过气的生活成本，这条跨国地铁很可能就是普通新加坡年轻人最现实的生活逃生舱。在算经济账之前，我们得先看看最真实的月低日常。每天大约有40万人往返于新马两地，不管是顶着大太阳还是下暴雨，几十万辆摩托车和汽车把新柔长堤挤成了全亚洲最拥堵的陆路口岸。时间耗在路上，经济效率自然就被卡住了脖子。通勤的瓶颈，说白了就是新马双边经济的瓶颈。为了彻底砸碎这个天花板，真正的大招来了。大家可能注意到了，之前新加坡国会正式通过了跨境铁路一地两检法案，这绝对是个历史性的转折点。很多人可能觉得一地两检不就是过海关盖章快一点吗？背后的门道深得多。一地两检意味着两国要在对方的领土内行使执法权，主权国家之间让渡执法权，这是 RTS 通车前最难实现的法律制度。大家可以参考欧洲的英法海底隧道，或者深圳、香港的落马洲口岸。只有法律和制度的框架先打通，物理上的连接才会有意义。配合上 RTS 每小时单向1万人的超大运力，这意味着什么？这意味着新马两地正是从你出钱我出人的表面邻居，变成了产业、资本和生活完全缝合的双城经济体。当通关不再是开盲盒，而是像坐地铁转线一样丝滑，一个真正的双城时代就已经拉开序幕了。那么，这种物理缝合到底会把两地的钱和人往哪个方向赶？这条5分钟的跨国地铁到底会怎么重塑新加坡的经济格局？答案就藏在柔新经济特区。你可以直接把它理解为新加坡的产业飞地。我们在新加坡打拼的人都知道，这里什么都好，就是土地太贵，人工成本太高。现在有了 RTS 作为大动脉，企业完全可以玩一套前店后厂的战术，把总部、核心研发和金融结算留在新加坡 CBD， 把需要大量土地和人力的运营、生产，甚至部分 IT 支持部门直接搬到新山。这可不是什么纸上谈兵的规划，资本的嗅觉永远是最敏锐的。你去看看柔佛州现在拔地而起的庞大数据中心集群就明白了。目前东南亚有大约65个数据中心项目扎堆在柔新边境。科技巨头看中的正是新加坡顶级的国际商业环境，加上柔佛便宜的水电和土地资源。不过硬币总有两面， RTS 是一条双向通道，资本向北寻找低成本洼地，人才就会向南寻找高薪酬。通勤成本大幅降低后会发生什么？原本在新山本地工作的高素质人才，甚至原本在吉隆坡的年轻人，完全可以每天坐5分钟地铁来新加坡赚新币，晚上再回新山花马币。这种跨境薪资套利对普通打工人来说是无法拒绝的诱惑，但对于马来西亚本地的产业来说，就是非常直接的人才虹吸效应。柔佛州的高层之前就公开表达过对人才流失的担忧，可以预见未来的新柔关系会越来越像深圳和香港，形成一种深度绑定的2元经济体。新加坡拿走大脑的职能，新山提供四肢的支撑。而对于新加坡本地的白领来说，这也是一个必须警惕的信号。当新山的年轻人能够以极低的通勤成本进入新加坡职场，部分基础白领岗位必然面临更激烈的竞争。企业有了更具性价比的人力选择，本地职场人的护城河究竟在哪里？这是 RTS 通车前每一个职场人都应该提前思考的问题。聊完了宏观产业和职场，我们来聊点最扎心也是最接地气的话题，房子。对于很多25到35岁的新加坡年轻人来说，现在最大的痛点是什么？是抽不到、等不起的 BTO， 是动辄100万起步、高攀不起的转售祖屋。生活成本的重压让很多年轻人的生活质量大打折扣，但 RTS 的出现直接把新山变成了新加坡的睡城，给出了一个降维打击级别的平替方案。试着带入这个场景，每天早上你从新山宽敞的公寓醒来，下楼溜达去做 RTS， 5分钟后到达雾兰，
无缝换乘汤参、东海岸线去市区上班。到了周末，拿着1比3.4甚至可能更高的汇率，在新山吃海鲜大餐、看电影，在超市里毫无压力地实现车厘子自由。这种在新加坡赚钱，在新山生活的模式，以前是少数月低族的辛苦选择，但 RTS 把它变成了大众的可行方案。这种生活方式的重构，已经真金白银地反映在了新山的房地产市场上。根据金格顿的房地产研报数据， RTS 站点周边的优质房产溢价已经达到了 18% 到 20%。 市场非常聪明，大家都在为新加坡后花园这个确定性极高的概念买单。不仅是自住刚需，跨境资本也在疯狂涌入。数据揭示了一个现实，新山的租金回报率目前高达 6.25%， 这个数字在如今的新加坡本地市场几乎是很难想象的。很多手头有点闲钱，但又够不上新加坡2套房门槛的新加坡人，已经开始把目光投向海峡对岸，寻找资产的价值洼地。当然，跨国买房绝对不是闭眼稳赚的买卖。新山的房产供应量一直非常庞大，烂尾楼和物业管理不善的风险依然存在。但客观来看， RTS 带来的这波物理性缝合，确实让两地的房价产生了一种微妙的拉扯。它把原本割裂的两个房地产市场硬生生地扯到了同一个天平上。对于被新加坡高房价压得喘不过气的年轻人来说，它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思路。如果在本地买房不仅掏空钱包，还要透支未来，那么跨国通勤、降维生活或许不再是一个备选项，而是一个值得认真算一笔账的必选项。2027年通车的 RTS 绝对不只是一项缩短通勤时间的交通基建，它是新马双城经济一体化的超级催化剂。从产业大盘的重新洗牌，到人才的跨国大流动，再到你我普通人买房生活的全新选择，这条5分钟的地铁正在悄悄改变我们每个人的未来轨迹。面对这个即将杀到的5分钟双城生活圈，你是充满期待，还是觉得会有新的隐忧？如果通勤真的只要5分钟，你会不会考虑搬去新山住，每天跨国来新加坡上班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，分享你的真实想法和顾虑。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把 RTS 背后的经济账算明白了，别忘了点赞、订阅频道并打开小铃铛。这里是狮城社区百事通，带你用最接地气的视角看懂社会大事与城市基建。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。